大名鼎鼎空中之眼E3預警機被炸到腰斬，而且它的受損嚴重，有超過10名的美軍因此受傷。其實它應該是從它的右側直接有一架無人機這樣子破壞的，把它整個幾乎都打斷了。也就是美國的順風球打多了，伊朗不是個對手，它停在這一個沙地阿拉伯的這個蘇丹王子基地應該是安全的，但是事實不是如此啊。我們要持續討論中東戰爭的一些軍武話題哦。伊朗現在他們低成本高消耗的這個戰術呢，還有無人機密集的攻勢還在持續，而且日前還真的打到了一尾大魚哦。我們來看看這些被美軍被襲擊的地點哦，包括了沙烏地阿拉伯的這個蘇爾坦王子空軍基地，還有阿曼的沙拉拉港外海的美軍後勤艦艇，現在都被戰火給覆蓋。那最慘烈，然後吸引媒體關注的，就是這個可以看到被打到都已經腰斬的這一架飛機哦，大名鼎鼎空中之眼E3預警機被炸到腰斬，而且它的受損嚴重，有超過10名的美軍因此受傷。那除此这個表格之外，其實還有很多的美軍單位也都或多或少受到影響。好，這個E3預警機是一個什麼樣的存在呢？我們來看，有一位前 F-16的軍官呢，他就比喻過這台飛機，說在戰爭的時候呢，E3預警機就像是棋手，而他們這些戰鬥機的操作人員跟負責打擊的這些戰鬥機群呢，就是棋子。可見E3呢在空中戰力這個維持整個調兵潛將扮演他們看這個整個空中環節跟視野非常重要的一個工具。這麼重要的昂貴的飛機都被打爛了，還有剛剛說的艦艇被打啦，基地被穿透等等。我們看到伊朗現在的戰術，還有他們的飛彈擊中的成功率是越來越高了，也開始突破了美軍防空體系，造成殺傷。那這個關鍵點是什麼？為什麼在前面1個月我們看到伊朗出動了很多飛彈，但是作用並沒有很好，但是進入到第2個月，他們現在成功率在提升了，發現了什麼開竅的地方？艦長。我們如果說看到現在這個美軍或者是以色列攻擊伊朗的狀況約略是如此，也就是我們看到這在伊朗上面的一點一點呢，也就是美軍跟以色列的攻擊。那但是呢，我們看到其他的紅點的部分呢，也就是伊朗對於這些波斯灣周邊的國家，以及對於以色列的攻擊。那我們在這裡面呢，其實可以看一個重點也就是為什麼我們在第一時間看到的都是預警機以及薩德之眼被攻擊？因為其實這個美軍當初的設計也就是在這個波斯灣的國家以及前往這個以色列飛行的路上面有非常多的雷達，每一個藍色的圈圈都是一種雷達，但是這些雷達慢慢的都已經被破壞了。那當被破壞了之後，也就是它沒有預警的來源，那也就只能靠預警機了。那靠預警機呢？其實預警機它有非常多的功能但是我們這次看到的，也就是在之前它停在這個位置，但是我們如果看它這一個殘骸的話，我們就會看到，其實它應該是從它的右側直接有一架無人機這樣子破壞的，所以把它整個幾乎都打斷了。這個是什麼原因？也就是美國的順風球打多了，然後他認為呢，伊朗不是個對手，他停在這一個沙地阿拉伯的這個蘇丹王子基地應該是安全的，但是事實不是如此我們來看，對於美軍來講，美軍的教範寫得非常清楚他的敏捷作戰部署裡面講到說，其實他的機動就是必須要能夠增強它的靈活性，而且最重要的是優先考慮它的一個機動性，以及它要能夠保護它的安全。可是現在他們都完全的停在這個機坪上面，就是沒有顧到它的安全。那至於說現在他們對於整個波斯灣，就像我們剛剛講的哈爾格島或者是霍姆茲海峽，其實他們靠的就是這一些預警機，能夠提供這個有關於他們要攻擊的，無論是哈爾克島或者是這一個霍姆茲海峽，就是這一些作為一種預警之用。但是其實我們坦白的講，這些預警機呢，它對於這一個我們講到無人機比較能夠有效徵收，而且預警機其實在現代戰爭中真正重要的是什麼？其實它是一個非常重要的節點。我們一直講 data link， 或者是講說 A 射 B 導，
A 射 B 島或 Data Link 的重要的節點，也就是預警機啊。那預警機提供的，也就是對於目標的位置，然後才能夠指揮這些載空機去打。那但是如果說它沒有辦法有效的進行預警，那就像現在有人說沒關係嘛，只被打了一架E3嘛，可以到那個沙漠墳場裡面，因為美國其實它有封存非常多架，你可以繼續撿回來。這真是大錯特錯。為什麼？因為拖回來之後，他們最起碼要進行半年到8個月以上的時間進行解封，然後重新的檢查各種線路，然後配裝新的發動機這一些。那問題是我們現在看到的伊拉克，那這個戰場等得了半年到8個月嗎？如果打了半年到8個月，那美國慘了，那就證明他一腳踩到泥淖裡面去。所以這件事情是一個起點，但是呢，他告訴了大家一件事情。那我们来看 Foreign Affairs， 他早就提出一件事情，就是美国沒有為未來的戰爭做好準備。這個戰爭呢，其實他講到的，也就是有關於無人機的部分。那他現在沒有辦法做有效的預警。其實無人機最重要的並不是攻擊，因為攻擊無人機是一件相對比較簡單的事情。無人機最困難的就是預警，你要知道它的存在。那通常我們看來看去，大家都不知道無人機來了，然後就被無人機打中了。所以其實如何有效的掃描整個頻譜，那得知無人機即將到達，然後動員所有的火炮或者是短程飛彈，這個才是最重要的。可是美國還沒想通這一點。是，好，這一次伊朗的攻擊呢，成功打掉了一台E3空中之眼，但更可怕的可能還在後面，因為美軍他們原本是信誓旦旦啊，包含剛開戰的第1周、第2周，他們宣稱啊，透過了衛星圖資加上遠程導彈的精準打擊呢，是摧毀了伊朗的導彈能力。但實際上，隨着戰爭的推進，我們看到伊朗的遠程威脅呢，根本就還沒有被打趴，包含它遠到這個特拉維夫、以色列的土地，它也都可以持續的有效打擊。那路透社更揭露，美軍的情報人士就透露呢，只能確定哦，現在美軍可能摧毀伊朗的這個武器庫，應該說這個導彈庫啊，大概只有1/3的量，代表他們還有2/3可以用。而且伊朗的地下飛彈隧道程式還是大致完好的。這個隧道飛彈是地下程式是什麼東西？我們帶大家來認識一下。所謂的地下飛彈隧道程式，它的特徵呢，就是其實是挖一個等於是一個戰爭庫啊，它的深度可以達到500公尺，然後裡面有鐵路運輸哦，四通八達的，而且必要的時候呢，可以持續發射導彈。萬一受到什麼影響，它可以在48小時，也就是2天內來修復它的出入口。所以呢，只要這個東西一時沒有被摧毀，伊朗就一直擁有一個可以不斷發射的一個火力引擎，這樣子對整個中東國家、以色列還有美軍來造成威脅。所以請教楊老師哦，現在有越來越多的資訊告訴我們呢，美軍他們當初以為確實是削弱了伊朗，但感覺現在伊朗受到的好像只是一些表面傷哦，真正埋藏在地底下還沒有到這個傷筋動骨的程度，而且反擊我們看到現在是越打越準了。所以你覺得戰爭進入到第2個月來說，這個風向有沒有開始有點轉變？這個風向啊，這個畫風啊，其實已經轉變，好像伊朗的反擊越來越多，然後呢越來越準，以及造成了美國的打擊越來越嚴重。你看，像E3預警機，美國才16架預警機，那這裡面有好多架事實上已經不能用了。那現在在中東地區，它調了6架過來，那1架被打掉，那其他將來整個戰鬥機起航進行加油好了。因為它中間一定要加油，對，哦，那中間這些加油機以及戰鬥機的這個安全，在過程當中都要靠預警機，所以美國的問題是第一點，它到底這個戰略目標是什麼？打這場仗，這根本沒有，不斷的在變。這場仗其實根本不是美國想要去打的，而是川普在最後一個時間點被就是內塔尼亞胡所說服，可以有一個機會。一次把哈梅尼跟伊朗成全政府的高層都給就是斬首，那成全政府應該就瓦解了。對，所以這個瓦解沒有發生，啊，所以然後呢再繼續的做轟炸，那轟炸到目前為止將近1500到3000人的死亡，2萬人的受傷。美國自己公布超過11000個目標被攻擊，
他已經出動起碼8000架次的，就是戰鬥機，100艘伊朗的船艦被打沉。但是戰爭的前3天，英國的首相就說，勝利不會從空中轟炸得到的。所以這就問題是，那你接下來呢？那所以伊朗其實他大概撐過了這一段，伊朗也停電，經濟也受影響，網絡也整個停了，到現在為止將近30天。所以他的受到的這個打擊當然很大，可是國家的存亡還是能夠延續下去。那因此，美國接下來他是不是只有地面戰爭才能夠去達成，比如說政權移轉的這個目標？那我們現在看到整個方向軍事的準備上似乎越來越如此。那甚至川普已經開始在準備一些理由，比如說石油啊等等之類的。可是他給的時間點也是到4月7號早上8點台北時間，所以這樣子的一個時間，在這個之前他就會地面戰爭嗎？還是之後他才會地面戰爭？那雙方是不是有可能透過巴基斯坦能夠坐下來談？那我覺得這個變數還很多。雙方現在都在採取了一種叫做戰爭邊緣、相互保證毀滅，然後呢對等報復的方式，看誰先轉彎，看誰先退讓。是，但我們可以確定一點，就是這場戰爭繼續打下去，對美以來說呢，絕對是不利的一方。因為現在美國國內的輿論已經燒起來啊，認為說為什麼要犧牲我美國的好男兒好女兒去打一場不屬於我們的戰爭啊？去打別人的戰爭？那別人就是剛才楊老師有提到的，就是以色列還有總理納坦雅胡嘛。那而且伊朗呢還可能繼續撐下去，為什麼？底氣來自哪裡？就來自中國跟俄羅斯2大助力的輸血。怎麼說？現在美聯社有消息傳出，俄羅斯正把一批升級版的無人機要送往伊朗。那路透這邊也指出，中國的晶片代表中芯國際他們正向伊朗軍方提供晶片製造的設備，來強化伊朗的軍事自主力量。好，委員，我想問好，現在光是伊朗一個來力抗美以，甚至是中東石油國都已經打成這樣，如果後面有中俄聯手，我不出人，好，但是我出力來提供一些戰爭後勤，來幫伊朗撐腰。那美國在被困在這個持久戰裡面，拖越久越不利。然後我們看到整個中俄2大全球軍工勢力的加入，會不會成為這個 World War III 一個導火索的點燃風險？我覺得怕說這種雖然不是直接幫助你，但是間接幫助你，會讓整個全球的體系格局有改變。對，我想會不會變成第3次世界大戰？現在言之過早但是如果美國真的像剛才這個艦長是專家提到的，說已經準備要打地面戰了，那麼我覺得這就是美國自己敲響了喪鐘了。那麼我本來還怕美國不打地面戰的，因為他打了地面戰，他就陷入了另外一場越戰了。就對美國來講，他還撐得住嗎？他2011年的時候，他的國債只有多少呢？只有14兆。14，經過15年，到2026年，他的國債已經到39兆了。接下來他再打一场像越戰這樣的一個無窮無盡的戰爭，美國就一定被拖垮。就是美國的國力，當時越戰是一個關鍵嘛，就一場越戰就把美國當時從全球獨強的這個貨幣金融體系開始不斷的往下拉了。他如果接着再打地面戰爭，那就是絞肉機啊。那麼美國在這個戰場上不曉得要再投入多少的兵力啊、財力、這個軍力在這裡了。那麼當然，你說中俄怎麼可能會就袖手旁觀呢？這是一個唇亡齒寒的關係。就伊朗對於中國大陸、對俄羅斯來說都有非常重要的意義。你姑且先不要講了，對中國大陸來講，它的中歐班列是經過伊朗的。那麼這個對中國大陸來講，它不可能坐視伊朗被美國掌控住的。那麼你再看說，事實上在整個的過程當中，其實中俄對於伊朗採取的援助，其實有3個不同的層面哦。我覺得中美俄現在在全球在下一盤大棋，這個棋盤不是只有在伊朗，所以在伊朗的這個戰局裡頭，中俄做了它應該有的援助，比如說剛才這個艦長都提到了嘛，這種不對稱戰爭最重要就是無人機了哦。那麼無人機只要用不完、打不光。好，那這場戰爭就可以無窮無盡的打下去哦。那麼，除非今天美國把整個這個伊朗全部都佔領了，那要花好長的時間哦。那再來就是飛彈了。那麼對於飛彈的這個制作，伊朗也許沒問題，可是晶片的來源呢？所以如果中芯國際願意提供晶片，那麼你接下來對於伊朗這種不對稱戰爭的飛彈跟無人機，它可以源源不絕的補充，那麼這場戰爭就打得無窮無盡了。第二個其實大家都沒有注意到一點，中國跟俄羅斯最近在積極援助古巴，就是俄羅斯已經送了一個這個郵輪的船哦，這個
大概這2天吧，就會在進駐了這個古巴的哈瓦那港口了。那麼就是為了要援助古巴現在的這個能源石油斷供的這個危機。而中國大陸更狠啊，中國大陸送了一船的這個大米，接着又送了一大堆太陽能板哦，還有儲能設施到古巴。就是沒關係，古巴的石油就算不夠，我還有太陽能板哦，我幫你做這個太陽能的發電站，然後我還有儲能設備。那麼顯然，中國大陸跟俄羅斯做這件事情，就是在美國的後院插旗子啊！我就在你後院點火，就大家在下一盤大棋。中國大陸跟俄羅斯要援助伊朗的方法有太多了，圍魏救趙就是其中一種哦。3月25日，大家可能沒有注意到，白俄羅斯的總統盧卡申科去訪問了北韓，對。他跟北韓達成了戰略合作夥伴的關係啊，雙方在各個層面上都決定全面的合作。所以，當白俄羅斯、俄羅斯、北韓加在一起，再加上他們最近又結合了緬甸跟伊朗，他們說他們要建立一個全球新安全框架了。那麼這樣的一些操作，都是在這個為美國製造更大的壓力。所以美國接下来如果他在伊朗發動地面戰，那麼他根本就無暇去顧及什麼古巴，顧及其他的戰場了。那麼現在就是美國自己要抉擇的時刻了。但是我還是很開心的聽到剛才艦長的分析，說地面戰會開打，那麼美國就完了。軍武的實戰數據大比拼哦，來看到這份表單，我們的制作團隊整理得非常清楚。觀眾朋友，你知道嗎？這一場戰爭呢，正在改變一個殘酷的事實，就是未來的戰爭形態哦，不再是比誰的武器最貴、最精良，而是要比誰最狠。誰最敢打一個消耗戰？我們來看到全球軍費第一的美國，過往呢就代表着我的科技最強，武器最昂貴，一套薩德系統啊就要這個10億美元以上。那麼一架 F-35戰機呢，也是大概8000萬到1億美元哦，非常昂貴的單位。但是伊朗現在是怎麼玩的呢？他們僅用這個造價3.5萬的無人機啊，這個用廉價的武器配上蜂群戰術，就足以跟美國還有以色列打的是有來有回哦，把你拖進到他們喜歡的這個泥巴戰的這個節奏裡面。好，人員上數字我們先不說，光看賬面上的損失，美軍有4套的薩德系統遭到了摧毀 ，F-35這麼先進的戰機啊，也首度傳出被擊中。另外包括死神無人機啦、空中加油機 F-15、F-16等等的，都傳出有一些損傷哦。我們一一來看。說到的這個 F-35戰機呢，是美軍第5代戰機的這個可以說是代表扛把子的存在啊，單價8000到1億嘛，非常逆中的代表性，資訊的整合多用途，而且它的維護成本極高啊，要養一架真的是不容易。那現在呢，這個還受到了摧毀，那就是非常对它的名聲還有定位上呢，就是比較有傷害性了。另外也是攻擊屬性的，像是 MQ-9。對不對？3000萬美元，它可以長時間監控，一直飛。還有 F-15跟 F-16，過去是這個先進機種，那到現在的美軍體系裡面呢，也算是比較物美價廉的存在。但是他們現在都被這個伊朗用這些平價的戰術啊，開始被消耗掉。我們知道這個10億美元的薩德系統，你不要小看這10億美元，這對於一些小島國或是低開發國家，這已經是1年的 GDP 量了。然後就在這一整套系統現在被摧毀，可見這背後這個損失有多大。那伊朗這邊呢，怎麼打？他們用這個見證者無人機，一架2到5萬美元就可以來打你，組成這個自殺機海，飽和攻擊，主打一個量大管飽。好，然後美以，你想想看，要花多少的高單價的裝備來阻止這些低單價的自殺無人機。另外，泥石飛彈 Sajil 對不對？然後還有其他幾個東西，像是反艦飛彈啊、水雷啊，這些都是一些非常低成本，但是結合上伊朗的地形，結合上荷姆茲海峽之後，非常粗暴好用的武器。然後說到我們這麼多的這個軍武分析，就勢必要請教一下酈將軍了。我們看到美國現在用大炮，伊朗這邊用鳥炮，但是雙方打起來有來有回，這一場實戰有沒有顛覆了五角大廈之前的預判？這個東方跟西方的軍事思想本來就不一樣哈。這個歐美為主的軍事思想，他們講究的，我將它形容成一場像是打梭哈那種概念哈。all in 就是不是 all in， 就是我一個比你大，你是這個無賴，我是2條我就贏你，對不對？你有2條。我是3條，我就贏你哈。你是順子，我同花大順我就贏，就一個比一個大。所以你看他們這個美國他們發展的武器都是這種概念哈。這個整個武器的發展，
當你只有這個步槍的時候，他就發明了機槍掃射你；當你有機槍發明的時候，他就迫擊炮；你有迫擊炮，它就是榴彈炮；你有榴彈炮，它就是導彈；你有導彈，我就是這個更遠的戰機哈，就一個比一個強，一個火力比一個遠哈。大概美軍是這種靠這種概念，我就一定要壓過你。但是這個東方的思想哈，這個不是這個樣，東方打的是智慧，不是光靠武力，我強勢就可以贏過你。我將它形容什麼？有點像是打麻將，你知道嗎？打麻將，就怎麼講打麻將？你看麻將，我覺得很有意思。當然，我用這個賭博的方式來形容，可是大家可以去體會到哈，就是你麻將上來，就算是你一手爛牌，你都有機會贏。是不是說我一開始我牌局不好，我就認輸，這個就投降了？比如說我們當然有打麻將的朋友應該都聽過了，國士無雙哈，他最爛的牌，可是他變成是說天下最這個好像胡的這個數目最大的牌，所以你只要說是運用你的智慧，你去經營，你雖然一開始你是一手爛牌，都有機會贏。那美國到現在跟伊朗這次戰爭，我們看到哈，雙方已經不是在比拼誰的火力大，已經在比看誰比誰會燒對方的鈔票哈。所以伊朗會燒美國的鈔票，還是美國會燒伊朗的鈔票？那伊朗現在我們看到它的這種武器來講的話，其實它都是低成本，反而美國這次在這次戰爭裡面哈，我們看到它的這種消耗率是非常大。我這邊有一個數據可以給觀眾做一個參考。美國打到現在哈，這個3個禮拜，它大概所有的費用裡面哈，大概有一半是花在防禦的武器，包括我們講的薩德系統或愛國者是防禦的武器，就一半哦。它用在攻擊的武力方面，這50%裡面的80%哈是高端武器，就是它的精準的，包括戰斧型巡弋導彈啊，包括到遠程的這種基地這個制導武器，都是高端的。單價都非常高的武器，那真的用到低端哈，可能只有10%不到哈。所以包括到我們講說是他後來他發現說這個這樣打下去，鈔票不夠燒，他將一般的這種空投的炸彈改成叫做滑翔炸彈，甚至於他也去研發，我們都聽到他這個用伊朗的見證者136研發無人機來做低價位成本的打擊，所以很明顯的這場戰爭哈，這個我們從中可以看到整個戰爭的格局一定有所改變，而不是靠你這個誰的武器貴，誰的武器精準能夠打勝仗，反而是看誰的這種量多，誰能夠運用智慧，才能夠掌握到戰場的主動跟優勢。好，沒錯，伊朗在這場戰爭中啊，發揮了田忌賽馬的這個東西哦，利用我自己的便宜貨去打你的高端貨，甚至就把美國這個後面的經濟整個戰爭機器的損耗呢，跟這個消耗全部都提升上來了。好，而且更讓大家想不到的是，你能用這種低成本對抗美以就算了，甚至伊朗還有餘裕跑去打人家海灣國家，也不怕被群毆。那麼伊朗所處的地形險要，或者是他們波斯民族的民族性，還是信奉什葉派的狂熱聖戰士也好，種種原因，能以這種戰法現在持續跟美以對抗，這是它的根基嘛？如果換成一套國家，換成一套信仰體系，楊老師覺得這種戰爭還行得通嗎？這裡面有一個很重要的，就是叫不對稱法律，或不對稱法則。那伊朗在整個目前這個戰爭當中，哈，有多項的不对稱的優勢展現出來，軍事層面我們就不用多講了，對，那但是地緣層面這也很清楚，是，就地理層面也很清楚。那但是地理層面比較特殊的是，不只是它自己本身的地形，而是它跟以色列也距離在1000公里以上啊。同時呢，美國在這邊是它的基地，而不是美國的這些所謂的領土在這裡，所以打你的基地其實也是有限的基地啊。那因此呢，這種不對稱，它第3個不對稱就是它掌握住荷姆斯海峽。那因此呢，在這3個不對稱的情況之下，你不敢去跟他做大規模的這種 all in 的所謂的地面作戰，或者是能源設施是相互毀滅，他做不到。因為最重要的是另外一個不對稱，他受傷5000，他只要傷你1000，你就受不了了。你在這邊的基地有限，同時呢，以色列的範圍也有限。以色列現在受傷5200人，美軍在這裡的基地大概都被炸了一遍。那同時，這些海灣國家也不敢去打啊。那美國現在看
更不敢去進一步的去做任何地面上的攻擊，所以就要求談判，要求要退出，要下台階。那伊朗就掌握到你這個目前的心態，而且掌握到他自己的不對稱，所以他的無人機跟他的導彈呢，就到後面這個階段呢，越來越具有這種影響力。是哦，那當然你剛剛提到的所謂波斯或者什葉派，這也就是他再加上他的這個地理跟地緣的因素，使得你對於真的進入到伊朗去打一個過去的越戰或者是伊拉克型的這種戰爭，你感覺到他的這種對抗的能力呢，一定是更為強勁。是，所以呢，就會更加的嚇阻你進入到真正的地面戰爭。好，這一次昂貴的薩德系統被毀，然後 F-35戰機也受到了一些影響。過去美國強調少而精的高科技壓制，感覺現在就被伊朗的不對稱對戰給打穿了嘛？那這是不是給了其他國家一些啟示？哈，未來戰爭的格局，除了我們都知道無人機這是一張絕對的王牌之外，賴教授，你認為這一場戰爭之後有哪一些戰爭思維可能要被改寫？我覺得影響並不是想象中那麼大，頂多就是2條腿走路，但是主流還是高精密、高尖端的科技為主。那您剛剛提到的这种廉價的無人機、廉價的導彈，它只是為輔而已，而且呢，由於它的廉價，所以它並不是不可破解。換言之，也就是說，如果你對無人機的，因為它一定要是所謂的無人機，還是有人操控，是，所以它最主要的是透過通訊來操控它，遙感來操控它。它電波被破解以後，可以接管的，可以接收的，甚至還可以被誘敵轉向，然後去反用在它自己發射的本身啊。所以這個並不是可以改變戰爭，只是說因為美國原本沒想到。但是我們知道，例如說在93閱兵，去年的93閱兵的時候，中國大陸就已經展現出它對無人機的這種捕捉能力，跟干擾、抗干擾能力，還有欺敵能力。也就是說，我們已經看到，事實上在去年的時候，大陸本身在93閱兵場的時候，在的外圍已經有很多的這些無人機的這些反無人機車都已經在旁邊巡邏。我還記得小艦長那時候他有去參加93閱兵，對，他拍了很多當時他們所觀察到的照片。然後它是用在地面的移動部隊，它也被用在艦上，也就是說很多軍艦、很多導彈驅逐艦都已經被用上去了。那也就是說，事實上在中國大陸的發展中，早就已經把這個無人機考慮在內，只是說美國沒有而已。對，所以美國在這次比較大的受害。可是我覺得高科技的東西是你無法取代。我舉個例子，例如說您剛剛提到了有關於伊朗這個說發射了101枚導彈去打林肯號。對。那這個是屬於這個中程的反艦導彈，1000多公里外，1000多公里外打了101枚，沒有一枚命中。但是如果它是中國的這個東風21D 呢，或是東風26D 呢？是。那也就是說，東風21D 它可以打1500公里到1800公里，1枚就夠了。而且中國已經實戰在告訴你美國的眼皮底下，也就是。在去年的時候，大陸已經說告訴美國人說，我會在南海打一艘移動的船艦，美國也把情報船派過去了。那中國大陸蹦一下子1枚出去，蹦那個船在移動中的就被擊落。美國從此以後就相信，這叫做實力說話，拳頭說話，就相信中國有這樣的一個強大的反制能力、反導能力，那1枚就夠了。對，而你伊朗打了101枚。一枚都沒有擊中，所以高超音速還是有，精密的導彈還有。您看，你說 F-35被擊中，沒有被擊落，但是問題就在於伊朗的制空權並沒有獲得，那也就是說伊朗的戰機根本飛不起來，而美國的戰機還是在飛，這代表什麼？高科技的武器還是佔有絕對的優勢，所以我個人認為高科技的東西不會被取代。那但是問題就是它會輔助這些廉價的便宜的東西來作為消耗而已。了解。繼續來分析中東現在的最新情勢，我們要帶你看懂背後的脈絡。美國現在呢，動作是邊談邊派兵，怎麼說？他們調度了更多的軍事力量，持續在往中東做集結。而伊朗方面呢，也不示弱哦，因為伊斯蘭革命衛隊持續是對美以的單位發動了攻擊。25號的時候呢，他們就把目標對準了美國的航母林肯號的身上。那美軍證實確實有受到伊朗對林肯號發動的攻擊，而且數量還不少哦，有101枚的飛彈。還好啊，這個林肯號的設施算是很先進啊，全部都成功被攔截了，所以是毫髮無傷。但
這個對於伊朗來說，它的戰略目的已經達到了嘛，因為林肯號被攻擊了，它勢必就不會待在這邊當活靶子，所以它也移動了。那麼這個就逼退林肯號的目標達成。那麼伊朗揚言呢 ，I'm watching you 哦，雖然你已經離開了，但是我還是持續關注你的位置，感覺有什麼風吹草動，其他的這個武器繼續往你身上招呼。所以伊朗揚言緊盯這座海上堡壘的同時呢，伊朗的軍方還做了什麼事情？也對中東地區的美軍開始展開了全面追捕。這個全面追捕可能是地煞的一些模式哦，更多的這種諜報戰正在上演。好，現在海面跟路面通通都有行動。李陽君想請問，你現在看這個戰場，我們現階段走到一個哪個階段性的步驟了？首先我認為說是，如果說伊斯蘭的這種導彈要攻擊到林肯號，可以說是幾乎是不可能的，因為在林肯號絕對不是就孤零零的一艘航空母艦在這邊哈，它周邊有很多的所謂的護衛的軍艦，包括伯克級的驅逐艦等等在裡面哈。然後第二個來講的話，這個林肯號自己本身哦，它有預警機，你任何導彈或者是飛機接近它，它都可以實施預警。它自己本身也有戰機哈，对。那之所以說川普說這個發射101枚導彈，我覺得川普也是在亂講了。為什麼？因為以伊朗現在它的導彈是很珍貴，它不太可能會浪費101顆的導彈，但是有可能是無人機哦，有可能是無人機。那川普把它講成導彈是。那要攔截這些無人機來講的話，我想說以林肯號自己，因為如果說是這個見證者136，它的時速只有100多公里，如果這艘林肯號距離只要海岸線300公里來講的話，你這個見證者在海上就要飛3個小時。我們合理來算，這3個小時足夠林肯號可以很充裕的時間，它起飛它的戰機以後，將你的無人機擊落哈，根本連導彈都不需要浪費。就算是你真的接近到它這個2-3公里之內，它自己本身也有方陣快炮可以將你擊落。通常一艘航空母艦它的防衛的半徑是400公里啊，包括它的預警範圍能力啊，以及它能夠攔截的範圍大概是400公里一個半徑這種長度。所以說伊斯蘭這個如果說要打到林肯號幾乎是不可能的，但是他為什麼不可能打不到？他還要這樣做？我覺得他很明顯的就將你林肯號逼退距離我海岸線最少這500公里之外，才能夠確保你的安全嘛。如果說你在400公里之內，我無人機萬一不小心哦，這個總是有漏網之魚，如果真的打到你，你就吃虧受不了。所以那往後退對伊朗有什麼好處呢？它可以爭取它的預警時間。我們現在昨天我們上一節我們還在討論的就是美國有一架 F-18戰機哈，這個傳說中被伊朗擊落。F-18戰機就是從林肯號起飛的，因為 F-18就是林肯號的艦載機，而且他後來說這個墜落在這個阿拉伯海，那可能性極高，它可能被擊傷以後要回到林肯號的中間過程之中是不是受傷有沒有回去我們不曉得了，這看美軍去這個講。但是關鍵就是重點是說這架戰機是從林肯號起飛的，應該是沒錯。那如果說我將你林肯號逼退到400公里或500公里之外，當然我就可以增加我預警時間，增加你攻擊的困難度，因為你在海上要多飛這個500公里這麼遠。那這個我們知道海岸線距離德黑蘭還有1000公里這麼遠。那當然你如果達到我的作戰領空這個依照你的油料，你可能本來預計可以有30分鐘的滯空時間、留空時間作戰。那因為你消耗掉你的航程之後，你的作戰時間可能只剩下10分鐘，不夠你攻擊。我覺得這個是戰術上的一個運用。可是你要打航空母艦這個伊朗是打不到。可是有一種方法可以逼退、擊落航空母艦，那就由最強的堡壘要由自己內部來做攻擊。那福特號不就是被擊落了嗎？可是是不是這個伊朗發射導彈去打到福特號？不是，是福特號自己的官兵在裡面放了一把火，把洗衣房燒掉。那我們現在看到福特號因為這把火就回到希臘去拯救去了。所以最強的這個堡壘要由內部攻破。這個福特號證明了這句話給我們看。了解。好，現在不止這個美軍的林肯號被盯上了，伊朗也對另一個敵對勢力呢持續發動打擊，就是以色列繼續對特拉維夫這個狂轟猛炸。那如果說這個三方戰爭有一個人在把敵人打死打殘之前，他都不想結束的話呢，那就必須是以色列總理納坦雅胡了。所以他之前就下令，往後的48小時要繼續全力轟炸伊朗的軍事設施，就是要抓住每一可能進行
談和之前這個短暫的窗口，把握時間哦，我能打多少算多少。而且呢，對黎巴嫩南部哦，以色列也是大有動作，他們派遣了這個地面部隊去佔領哦。但這個舉動是讓聯合國都看不下去哦，呼籲要尊重黎巴嫩的主權，好不好？那以色列呢？好，你要當這個一戰再戰的硬漢沒有問題，但是總理大人作為這個國家領袖啊，他不帶頭表率，自己的妻小呢先送去美國，好不好？先安全。好，這不就是標準的哈？這個我徵了很多人家的兒子上戰場了，然後自己家的呢送去美國，這是把人家西北料，很標準的一個雙標。所以這邊有2個問題想請教來賓哈。首先就是以色列這個毫無收手，持續加強轟炸伊朗，甚至擴大徵兵到40萬這個後備軍人的舉動，是在盤算如果美國要抽身了，不玩了，那我以色列也是要獨自跟你伊朗，還有你背後這個什葉派的勢力，我要繼續跟你死磕到底嗎？教授？我覺得可能不完全要朝這個角度來看哈，因為我覺得以目前以色列所面臨的處境，坦白說，对于内塔尼亞胡也好，对以色列也好也不利。他已經被邊緣化了。本來是美以聯軍啊，就是聯合對伊朗作戰。可是您看現在傳出來的所有的美國要跟伊朗進行談判的時候，沒有以色列的份了，是他被排除在外了。這叫做什麼？被邊緣化。那也就是說，現在對以色列來講，他越來越沒有安全感的問題是在於，如果美國跟伊朗他談好了呢，那我以色列怎麼辦？是那因為伊朗現在已經提出5個條件了。這5個條件裡面有一個條件賠償，坦白說好解決了，因為按照美國過去的案例來說的話，他賠償可以叫日本人付錢，因為以往就是日本人就是付錢嘛，還有可以叫沙特阿拉伯、阿聯酋等相關的國家付錢，美國人是不會付的，可是他叫可以相關國家來付，所以我覺得這個賠償這個問題不大。是。可是它比較大的問題是在哪裡？是因為伊朗這一次的要求是連敵對的國家都要全部都要停止戰火。那敵對的國家就包括以色列對於黎巴嫩真主黨南部，也就是黎巴嫩南部的攻擊，以及包括對於也門胡塞組織或者是對於哈馬斯的攻擊哦。這個可以廣義解釋。沒錯。但是更具體的來說，就是對真主黨的攻擊已經列入談判的條件內。可是你看，跟以色列有關的談判，以色列沒辦法參加。這個對於以色列來說的話，他已經沒有安全感，而且很明顯的，美國特朗普完全沒有意願，也沒有意思要內塔尼亞胡來跟他來談判。換言之，也就是說，這個如果真的是有談判，目前來講是沒有談判了，目前來講就是傳話而已。哦，那川普也好，本人也好，或者是他的發言人，把傳話上綱到說這就是談判。坦白說，這個在嚴格談判的定義上來講是行不通的。是談判，我們可以分為直接談判跟間接談判。可以，直接談判就是我跟你直接談嘛。那這就是我們兩個在一個物理空間的相同的情況下，我們兩個就直接進入談判了。那間接談判，也就是我們也可以在相同的物理空間，可是我們進行間接談判。例如說，我跟這個副秘書長這個我們。他假設他穿梭於我們兩個之間的矛盾，那我有什麼話跟他報告，跟他說，他來跟你說，然後你有什麼話跟他說，他來跟我說。可是我們兩個就是不談。對，那這個也可以，這個也可以叫做談判，這叫做間接的談判，可以在同一個物理空間的情形下。那目前美國沒有進行到這裡，目前美國只是透過第三方做傳話。是好，那美國把它做成談判，可是連傳話以色列都被排除在外，他什麼都不知道。所以我們把它稱之為他已經被戰爭邊緣化了。而且你看現在所有的新聞報道，沒有人在乎以色列他打了伊朗什麼，但是更多的報道是以色列被伊朗怎麼打。那你可以感覺出來，就是內塔尼亞胡本人也好，這樣政黨也好，或者是他對於面對他的反對黨國會來說，他越來越孤立了。那對於他來講該怎麼辦？那當然就是動員，把美國人拖下水，不讓美國人脫離戰場。因為看起來是要脫離戰場，所以如果不讓美國人脫離戰場，最好的方法是把地面部隊投進去。如果能夠把地面部隊投進去，擴大這個戰火，擴大這個戰場的話，包括對於黎巴嫩南部的一個佔領，包括對於伊朗的一個直接的一個攻擊，甚至地面部隊投進去的時候，你美國如何脫身？那當然，這個就涉及到一個風險。這個風險最高的就是什麼時候美國的白人跟猶太人跟美國的猶太人翻臉。因為當美國的白人真的跟美國的猶太人翻臉的時候，美國的猶太人還是會怕的。
啊，平常他可以有雄厚的資金，可是一旦翻臉了，那些地位資金就不重要了，因為隨時可以把你沒收。好，我們第二個問題要請教楊老師哦。其實之前台灣也討論過非常多次，就是一旦當國家領袖或是其家屬擁有我們所謂的雙重國籍的時候，然後一旦遇到危機時刻呢，我自己先落跑這樣的討論。現在納坦雅胡的妻兒送去了美國比較安全，但是在以色列內部就引起了一些輿論的炸鍋。那你覺得這件事情有道理嗎？內坦雅胡2個兒子，一個女兒。這一次的問題是他的二兒子叫阿夫納。不過阿夫納這個情況是比較特殊，因為2年前2024年的時候以色列跟就是也受到伊朗的轟炸的時候，他的兒子其實要結婚，叫阿夫納，結果後來就婚禮延後。婚禮延後到什麼時候呢？到2月底的時候，今年的2月底，所以他等於是今年又再一次的延後。是那當然他的結婚對象應該是美國人。所以整個婚禮延後的2次，他自己都覺得對不起他的兒子跟他的太太。所以，然後我就沒有再看到相關的新聞，是不是因為他這一次要去準備婚禮？那準備婚禮是不是表示戰爭要結束嗎？我們也不知道。人家在打仗，你在結婚，還是說是因為戰爭可能都要這個擴大徵兵了，所以叫他趕快走？不會，因為他其實年齡也不小，之前也當過兵差不多10年之前的時候當過兵，所以。我卻不是很清楚，說他們為什麼這個時候要離開，是不是跟這個婚禮有關啊？那但是內塔尼亞胡，美國很早的人就說，這個戰爭是一個人的戰爭，就內塔尼亞胡的戰爭。對。但他把川普捲進去的時候，去年捲進去，今年更整個擴大，變成一種戰爭。那可是呢，現在川普要去跟內塔尼亞胡切割，顯然伊朗也要去分化美國跟以色列。所以內塔尼亞胡這幾天呢，就擴大對於真主黨跟伊朗的轟炸攻擊，因為他怕美國可能會達成一個很快的這個協議。可是他擴大徵兵，他也擔心馬上戰爭如果結束，被美國要求要結束的時候，他怎麼回應？對，他因此要把這個情勢弄得更僵。那如果被迫就是停戰的話，那接下來10月7號的這個選舉。他本來就已經不看好了，經過這一次的戰爭，而且以色列我剛剛提到死亡18人，受傷5200人的情況之下，其實城市的重建會很多的怨恨的，所以對他的選舉也會不利。因此，他是不是要把這個戰爭再擴大？那我們現在最擔心的是，他會不會直接就等於是針對伊朗的能源設施或者是島嶼進行攻擊，然後使得伊朗被迫要擴大反擊，而使得戰爭就完全沒有回頭的路，而談判當然也變成這個機會不大。那這個是內塔尼亞胡現在可能大家會擔心他的作為。